好，回到节目来关心的是科技焦点啊，全球半导体竞争的非常激烈。现在日本的 Rapidus 呢，宣称他们正在加速推进2奈米制程的量产目标，是量产哦，而且传出呢规划要更先进的制程。好，那么日经新闻还有读卖新闻啊，最近都不约而同的报道指出说 ，Rapidus 北海道千岁市的第一座晶圆厂计划最早在2027这一年要启动第2座工厂建设，目标是在2029年。他们说，不只是生产2奈米，也是要生产1.4奈米的制程的这个晶片，缩短跟目前市场的龙头，也就是我们的台积电中间的差距。Rapidus 他们的最新回应表示说呢，这个报道是媒体在猜测啊，不是事实啊。那但是 Rapidus 7月份已经在包括他们的工厂开始2奈米这个 GAA 技术的晶片原型制作，而他们的执行长小池春义呢，也在这个把这个 IBM 跟设计公司，就晶片设计公司叫做 Tensorent 视为是潜在的核心客户啊。好，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先前已经讨论过，蔡老师，就是 Rapidus 不断强调说他们要直攻2奈米，现在不只是2奈米，还直攻1.4奈米，技术上是如何突破？大家就是百思不得其解。第二个，你就算技术突破了，你还得要量产，因为量产曾经你也提过，买家在哪里，客户在哪里呢？第一个1.4奈米这个的话，确实是媒体他讲出来的没有错，但是我们用官网去做一个解释啊。那官网的话，我们就会有看到，我们把 Rapidus 他在11月26日的官网，他自己有去澄清一件事情。他自己澄清嘛，对。他在说我们没有做这一种发表有关于1.4奈米这一种东西。所以，既然是没有的话，就是媒体去猜测。可是媒体它真的会是我们讲叫做空穴来风吗？因为我去查了一下，包括 NHK 它也有报道这个事情，有可能就是他们已经有朝这个方向去走。那朝这个方向去走的话，我们要看一下日本人他们的一种行为模式。他们的行为模式的话会比较低调，他不会讲的那么多。所以就是说，他已经有朝这个方向去走，应该有做到一定的一个程度之后，他才会去说出来。那说出来的话，他既然表明是没有，但是不代表它真的是没有，这个我们可能要去注意一点。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它对台湾的台积电最大可能造成的一种冲击，是它的商业模式跟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完全不一样。那什么叫商业模式不一样？就好像我们1980年代的时候看电影，可能就是用 cassette 去看，或是我们就 CD、DVD， 或是我们讲蓝光去看。现在没有人看蓝光的，然后就进入到网络去看。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台积电会出来，因为它讲了一个概念叫做 Foundry。那 Foundry 的话，就是我帮你代工，这是我们90年代起来一个模式。所以 Rapidus 它也讲得非常的一个清楚，在那官网就是讲，我们没有要跟台积电去对冲，我们用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商业模式。那我们这个商业模式的话，它有一个很大的利点，就是我们的速度会非常的快。因为台积电它是我们讲叫做量产，量产的话，我们都卖给什么大厂啦，什么 Apple 啦，或者是我们 NVIDIA 啦，那就必须要前工程、后工程、什么工程，它时间会很长。那 Rapidus 的话，它速度会都全部包装在一块里面。如果它这种商业模式一成功之后的话，这个等于是我们的台积电会变成是旧的模式，就好像我们以前常听CD、DVD， 现在没有人在听 CD、DVD 的。那它是不是有办法突破1.4奈米的话，真的这个倒是没有听到的一种消息。那就算1.4奈米不论。可是我们讲光看2奈米，我们这也提到过嘛，哈。对，你2奈米，你还要进到你的良率要提高到你能量产，量产之后你还要找到客户啊。找到客户的话，这个会蛮难的一个点，因为在今年的9月7日，日本 NHK 做了一个特别报道，就是直接去追踪Rapidus 的小池董事这个人我们讲的执行长，追踪他2-3年，他也有去报道，就是Tenstorrent 的一个老板，那这个老板也跟他讲，只要你做得出来，我们愿意跟你买，而且我们要的就是速度比台积电更快的。那良率的话，这个是你们自己要去做出来。但是
我们不能够忽略的一个点就是日本的良率的话，你只要去给他时间、给他钱，他可以做得到，因为他现在不考虑成本，他的钱等于是说我没有考虑到有赚没赚钱，反正钱就是政府来的，我只希望把它拉拔起来。那拉拔起来的话，我们看它好像是为什么品质很好，它像 Toyota 的生产系统整个就会进去，所以我还是就是觉得他们的新的商业模式跟我们的旧的商业模式是完全不一样。假如这个成功之后，那我们台积电的整个商业模式就会整个垮掉，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弱点。OK， 所以其实刚刚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日前我们曾经也讨论过这个有关于机密窃取的案子哈，现在当然还在诉讼，而且这次也特别看到丰基威力科创的那个社长还特别到台湾来，拜会台积电的总裁魏哲嘉嘛，这特别是表达说这个中间可能有些误会哈，不过现在已经进到这个法律诉讼的这个阶段。好，那说到晶片的突破，这个技术上面的一些发展呢，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协会副理事长叫魏少军，他抛出了一个震撼弹啊。因为他宣称呢，有一款采用14奈米制程，而且搭配18奈米 DRAM 记忆体的人工智慧晶片，说这个效能呢可以媲美辉达所生产的所设计的这个4奈米 GPU。那魏少军表示说呢，这个晶片可以把14奈米晶片跟18奈米的 DRAM 堆叠键合在一起，然后采用3D 混合键合技术，实现同对同的超高密度连接，显著的提高效率，并且降低运算的延迟。那这种架构呢，将使得逻辑运算晶片会紧贴内存记忆体，然后执行，可以更加的动态改善 AI 工作。因为 AI 工作它的算力要非常的大，它的负载也非常的大，好，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好。我们也看到先前美国对于半导体的这个围堵啊，还有包括对大陆晶片技术的封锁，辉达当然一直很想要卖到这个就是大陆啊，就是它的 H200哈，现在一直想办法看能不能解禁。当然，因为美国的这个强力制裁的关系，所以使得辉达现在的市占率我们也看了一下，超过90%，以前是超过90%，现在呢全部归零。华为变成了主要的受益者。那现在魏少军喊出了说，他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4奈米的 GPU 啊，就是媲美可以像是辉达这个4奈米的 GPU 哈，在这个时候喊出这样的一句话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解读呢？大使？对，其实这个我的了解啦，就是 AI 的部分啊。当然，芯片是它的很多重要这个 AI 的这个整个的科技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它是代表的是算力啊。算力之外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你的大模型的应用层面。对，那之前你还有电力。最近黄仁勋在美国接受采访，他讲得蛮清楚的哈，他有5个层面了哈。那现在讲的就是芯片这一部分。芯片的话，事实上。中国大陆尤其是华为的芯片啊，它一直升腾910，它跟过去那个就是说啊，这个所谓的这个NVIDIA 的对中国大陆的特供晶片啊，已经等量齐观了。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中国大陆的厂商就开始用中国大陆这个，尤其是华为自己的这个晶片，910C 啊。那来取代这个黄仁勋的这个产业啊，而且中国大陆的政府也下令给他们相关厂商，是基于保密原则，你不要用这个 NVIDIA 的晶片。所以黄仁勋他前2天在美国的演讲，他说我们这个芯片啊，真的是举世无双啊。他说不但美国政府 ban 不准他卖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同时 ban NVIDIA 说你不准卖 NVIDIA， 他说我是双重被 ban， 双重被禁止。他说这个东西，因为那个记者问他说，你们的晶片这样送到大陆上，会不会技术上会被偷窃啊？会不会帮助中国大陆的这个 AI 方面发展？那黄仁勋就说，我芯片有什么帮助中国大陆什么？我的芯片大陆也照进啊。对。所以就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要偷他的意思。不过这个里面就是说，其实这个 GPU 跟这个所谓的 DRAM 两个是密切在一起的。它需要 DRAM 里面大量的这个储存的这个资讯，然后用这个 GPU 在里面运算。对。那它现在这个叫什么逻辑晶片紧贴内存的记忆体。
也就是 DRAM 跟 GPU 两个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那之前中国大陆很多科技的突破，我看基本上就是说，它很多部分在取这个记忆晶片里面的记忆的这些资讯的时候，它抽取的方式比较精准，是不会去全部算一遍，把里面的东西全部算一遍，把有效的算，它会直接抓到它要的那些资讯。所以它这个就算力的部分，它就负担就比较轻。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在基本上它那个是科技上的突破，不是它算力的大增，而是逻辑晶片跟储存晶片之间的互动关系，它把它做得更有效率，所以它的效能提高。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人说 NVIDIA 的那个 GPU 它事实上算力很强，可是它大概被运用的，它整体算力被运用的这个比例不超过30%。所以它70%的那个算力都没有用到，就跟我们用一台电脑一样，里面那么多功能，我们能够让它30%功能就很不错了。是，所以大陆现在就走这个方法，它在这个算力的运用方面，它的效率高，然后这个记忆逻辑晶片跟这个记忆晶片在互相互动的时候，它取用逻辑晶片要这个储存这个做记忆晶片里面资讯的时候，它的效率更高。所以它就可以用18奈米跟14奈米的14奈米的逻辑晶片跟18奈米的记忆晶片结合的时候，达到你这个4奈米 GPU 的。对，强调说它的效能有提升。它就是效能，它是内部的运算跟比这个是高科技的东西，大概的概念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黄仁勋真的确实非常的着急，因为夹在中美两强之间啊。昨天我们也给大家看到黄仁勋他有一个协议可能达成区，他全力想要达成的目标就是什么呢？说服川普不卖晶片，才会让中国大陆领先。好，那再来呢就是投资让利来安抚美国，然后呢拼合作建立互信来安抚中国大陆哈。那当然现在黄仁勋想这么做，他先看到的是苏姿丰先达成了，因为超微执行长苏姿丰表示说，他们的公司已经取得了部分 MI308 人工智慧晶片出口到中国大陆的相关许可。那一旦出口呢，超微也准备好了，依照规定向美国政府来缴纳15%的费用。所以黄仁勋不行，但为什么苏姿丰可以？或许川普像黄仁勋一样是要钱了，就是不是要钱，因为今年已经就是从川普上来之后，已经有几次黄仁勋有宣布大规模投资案子，不管是在美国或他陪川普总统去中东的时候，也是有类似的宣示，有一些跟这些波斯湾国家的 AI 方面的合作，那规模真的是不少了。就我猜川普可以用这种方式使，而且大家都知道，辉达手上的现金实在太多了。他们连自己不知道怎么花、怎么投资了。可是我记得黄仁勋之前有跟川普表达过说，如果今天这个高阶晶片让进大陆卖给他们，我也让你分润啊，就是好像也是15%的左右。川普当然川普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他在短期之内可以拿到黄仁勋一些其他的公布一些其他的大规模投资案子，那当然川普会向他要了，而且基本上黄仁勋还是会配合，不管他是辉达自己投资，或者跟 OpenAI 或其他的公司一起合作了。辉达的确是有这个能力了，所以我猜川普还是希望辉达可以做更多国内投资。川普感到满意的时候，才会给辉达这个出口的许可。对，所以现在夹在中美之间，其实黄仁勋很难的一点就在于说，就算最后说服得了这个川普放行，让他卖到中国大陆去，也得看中国大陆要不要买才对啊。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
好，中美两强的竞争是竞争不完的。那最近看到了，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晶片科技，还有包括稀土之外，最近呢又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原料药。那这一趴特别来看一下中国大陆跟西方在制药还有相关方面的交锋根据台湾的《远见》杂志的报道，当然《今周刊》也有相关的报道，有一个最新报道说呢，中国大陆目前掌控全球36%的原料药市场。如果因为贸易战或者是地缘冲突而管制出口的话，那恐怕世界医疗体系会面临到崩塌的危机，这非常危险因为光是影响的就有2种最主要的用药，一个是抗生素，另外一个就是抗过敏的这个抗组织胺。好，以抗生素来说中国大陆在2025年全球以及中国抗生素市场报告当中指出，2025年全球抗生素的规模是估计达到685亿美元，而中方呢供应70%以上的抗生素原料。美国如果从零重建一条抗生素的产业链，至少要5到7年的时间，而且还必须保证是美国政府要持续采购才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现在大家担心的是，在晶片稀土之后，原料药市场会不会变成是这个中美之间在博弈接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讲说项目吧？大使怎么看？除非美国开始就进中国大陆原料药，让美国的厂商他去寻找另外的供应非中供应链，非中供应链，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舍目前的中国的供应链。因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就是说，整体来讲，就是说，我们刚刚只是讲抗生素这个规模70%的原料药是由中国大陆。整体来讲，在全世界的药品申请里面，原料药中国占4%，中国大陆占4%。那么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占4%？就是过去很多西方药厂跟中国大陆药厂合作，因为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性价比高，那这个是一个长期合作之下产生的一个产业链，那个是市场形成的。不是政治有干预的，对，只是市场形成下来，就是全世界原料40%最后中国。那为什么中国大陆会成为那是世界第1大？世界的这个原料药供应国呢？第一个，中国的产量规模大，也就是它达到一个很大的规模，它的成本自然降低。中国大陆本身的国内的需求量就大，那有国内市场支撑之下，它把它的这个经济规模做大以后。那再去扩展大陆海外市场的时候，它的怎么讲，产量规模就让它的价格事实上是非常有竞争力。第二个就是说，大陆近这么多年的发展，它的产业链非常完整。你不要只看一个原料药有相关的这些这个说所谓关键链就是说这个生产链上的各个项目，它都非常完整。是。第三个就是说那么就是中国大陆事实上在很多这一些关键的药品上有特别的着重，包括很多包括很多重要的疫苗。中国大陆因为国内的市场的需求，它有它的重点存在，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算是有年那种产业链的，很完整、很成熟的。一个中国大陆的产业链，再跟世界的大药商合起来的一个产业链，所以呢，会不会出现问题？美国发现是问题，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在没有受到压力之下，不会把这个拿出来做一个贸易的武器，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对，这个是中国大陆产业，尤其药厂才慢慢往上升的。中国大陆自己的药品的专利也越来越多。自己研发的新的药品，因为就是说，跟很多国家来比，中国大陆有一个庞大的市场来支撑这个产业，自己的国内市场就非常大，所以自己的药品的研发上面也越来越强。那这个就是整个全球的药品业的竞争业，就发觉中国大陆是一个强劲的竞争者。可是美国的是从国际政治角度说，哎呦。原料要这么多，40%、70%超过这，万一中国断供怎么样？除非我觉得美国愿意把这个贸易战带到这一块来，也就是说，我现在你美国的中国大陆的原料药我给你提升，
给你提升多少多少的关税来挡你的原料药，那中国大陆很可能就会采取相对的一个报复的措施。那在它6、7年的这个需要追赶的时间内我就用断供的方式，让你不要用关税的方式来打击我的这个原料药产业。因为这个原料药，其实坦白讲，真的跟晶片啊，跟稀土来讲，它的重要性不亚于我们讲到的稀土哈。那当然，这个现在就是要看接下来这个中美双方彼此过招的互动是如何。我讲到稀土呢，现在这个稀土，根据产经新闻的报道说，日本政府现在也特别强调说有稀土因为这个预计在2026年1月开始，就在日本最东端的南鸟岛的外海要进行试土试挖作业，因为呢，他们说南鸟岛近海的稀土泥这个纯度呢，大约是中国大陆稀土的20倍，纯度很高。不过12月4号，日本这个国民民主党的议员这位议员叫做山田吉彦，他在质询的时候表示，他说这是日本极具突破性、充满梦想的计划。但是今年6月，中国大陆的航母辽宁号曾经在南鸟岛这周边，就日本专属经济区航行，所以他担心，如果大陆方面呢实施某种干扰的话，我们能不能够进行排除？那常常会问这种假设性的问题。OK， 好，那所以呢，日本的防长就是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此表示呢，日本的自卫队会持续对中国大陆的航母动向进行严密监控，确保资源的调查能够在安全的状态下进行。好，那现在在南鸟岛发现有不错的稀土资源，纯度也很高。可是呢，稀土还是必须要从开发一直到最后，最困难的是那个提炼短期之内要摆脱对中方的稀土依赖很难吧？平常我在学校的时候都会听日本的国会，因为现在正在开临时国会，所以我有看到这一段。对，那看到这一段呢，我看到是3点参议员，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惊讶，不会嘛，应该不会是我认识的那个3点。多年前曾经我们国家派我出去跟他们讨论有关于台湾海洋渔业的一些东西，就是跟他在东京车站饭店跟他意见交换过。那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个人。我看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就这个我就认识啊，他现在当议员了，然后他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提出的这个忧虑是不是真的是会成真呢？这个忧虑的话，确实是有这种忧虑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岛，他们确实是在2013年由东京大学跟他们政府去做调查发现的。那为什么做调查？是因为2010年的话，日本曾经吃过一次亏。那时候曾经中国寄过稀土这把剑对他们就要去找，然后他们在2018年东京大学他有去公布了，如果这一些我们讲全部都有办法开采起来的话，全世界大概可以用几百年。以量来讲，可能可能不同的种类，但是可以用几百年。然后山田他说，日本这一些资产就是海洋资产，大概也会有500兆。那500兆的话，可不可以开采起来的话，理论上现在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今年的临时国会里面一直在讨论这一种问题，特别现在跟中方的关系又不是很好，那不是很好的话，明年应该说加快速度，加快那个资金去开采，确实是有。那为什么会担心中国大陆的一个原因？辽宁号过去，还有的话，中方也有发现这一块矿产的，那发现这一块矿产，他们也去开采了。他再去做调查，就资源大家都要互相争夺。对，因为日方的话只能够说，在我的多少范围里面是我的，你不能够进来。可是离开多少范围之外的话，算是公海什么海，那就算开采的话，会不会缓不济急？就时间来不及呢？还是得依赖中国大陆提供的稀土啊？暂时还是需要，因为暂时的量还是他们比较多。可是现阶段看起来，中方还没有寄出这一个刀，他们也在担心他会不会寄出所谓的稀土禁运，就好像2010年。但是现阶段的话，他们应该会很加快速度去开采，所以这一波紧张关系反而助长日本去开采稀土。对，所以跟日本一样，就是美国也有相同的问题哈。所以 Russ 呢了解说，因为在美国这边呢，其实除了考虑从火力电厂的煤灰提取稀土元素，哈，就是都已经
就是把那个脑筋都动到那个煤灰的哈。那加州大学的 Davis 分校呢，也获得联邦政府300万美元的资助啊，说要开发新的技术，从矿山还有工业流程当中的酸性废水里面去提取稀土元素。这个计划呢，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 AI 来进行蛋白质设计，然后结构的塑造，还有耐酸制成开发，透过建构工程化生物就是说把它变成一个生物催化剂，然后呢把这个应用在耐酸微生物宿主。所以呢，简单来讲啊，就是可以选择性的从酸性废水里面提取稀土的元素，然后变成从稀释的废水里面提炼出一个有价值的材料。就是要透过提炼嘛，所以稀土我们一直曾经也讨论过，就是你去发现你开采可能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提炼，因为提炼还牵涉到了很多的污染的问题哈。所以美国现在也想，它有好几个管道，想要兵分多路、多管齐下去想办法摆脱对中国大陆的稀土依赖。可是还是回到那句话，短期内它有什么方法能够完全的摆脱？短期之内是很难，但是川普还有他团队的确是很注重这个议题，花不少时间研究想办法，甚至这次川普去来到亚洲了，还有宣布跟稀土方面跟马来西亚、泰国、日本有合作的MOU 等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川普政府上来之后，也是投入很多时间在做所谓的 deregulation， 就是法规这个松绑了。那很多是为了做这个不管是能源方面、传统制造方面，甚至这个稀土提炼方面了。但是因为拜登政府